2015年，韩国 KBS 播出了纪录片《东方他者中国》，该片汇总了数千名韩国民众对中国或褒或贬的评价。令人大跌眼镜的是，75个百分比的韩国民众称自己讨厌中国，威胁、窃贼、落后构成了他们心中的中国印象。该片在韩国播出之后，突破了15个百分比的收视率，远超过一般纪录片平均5个百分比的收视率。如此大规模的传播，引发了中国网友的很大不满。事实上，日本 NHK 和英国 BBC 都曾组织过街头采访，询问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与印象。正在崛起的大国，值得注意的对手，中国奇迹、东方巨龙等正面评价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口中的常见词。这不难让我们提出质疑，韩国人究竟讨厌中国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得韩国人如此讨厌中国呢？由于中朝关系与韩美关系的交织，导致中国与韩国在199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从整体上看，中韩两国是友好互惠的，但是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澜成为了《东方他者中国》纪录片中韩国人讨厌并抨击中国的突破口。在纪录片开头，大量的韩国人将自己讨厌中国的原因归咎为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金正焕是韩国媒体《东亚日报》的记者。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他，以一篇题为《如果中国大米向我们涌来》的社论，将中国产品批评的一无是处。他在文中说道：“我讨厌中国，讨厌他们的策略，因为中国大米具有价格优势。如果国家长期大量的进口中国大米，将对本国农民带来巨大的打击，不仅不能解决粮食需求的根本问题，还会形成不能自给自足的恶性循环。”同样的，讨厌理由在纪录片中不止一次的被提出。韩国农民李正泰大声地对着镜头喊道：“中国产农水产品的进口价格比我们的批发价便宜了1/10以上，因此正以很快的速度占领我们韩国人的餐桌。”以金正焕和李正泰为代表的韩国人将中国视为一个以低价换市场的掠夺者形象，因此他们讨厌中国。而有的韩国人则认为中国企业进驻韩国侵蚀了本国产业。现代集团的高管郑采恩在采访中表示，相较于印度，中国才是更令人讨厌的那一个。他认为，如果中国咳嗽，韩国就会患流感。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高达25个百分比，把命运寄托在中国身上的滋味并不好受。郑采恩甚至预测印度的 GDP 将在16年之后超过中国，称印度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萨德事件发生后，现代汽车的中国生产线中断运行，中国访韩游客下降34个百分比。乐天玛特撤出了中国，损失惨重的韩国经济果然患上了流感，而中国经济依旧健硕。郑采恩采用报复、厌恶的字眼描述中国，怒指中国是施暴者。然而现代集团心知肚明的是，如果没有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包括现代集团在内的韩国企业是取得不了如今的地位的。纪录片播出当年，中国对韩国出口额占比为23.9个百分比，比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还多。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韩国大受裨益。纪录片播出之后，面对着群情激愤的中国网友，现代集团董事长郑梦九俨然换了一副面孔。他在对中国的公报上表示，中韩建交以来发展都十分迅速，中韩两国互相都很需要对方，中国是韩国的机会之地，如今的中国已然有了左右世界经济的实力的含义。因此讨厌中国也就只能在国内说说罢了，一面讨厌一面跪舔，这是韩国人的做派无疑了。韩国人不光光在经济方面讨厌中国，认为是中国抢占了大韩民国的市场，还在领土问题上上蹿下跳。在整个纪录片中，经济因素是韩国人讨厌中国的一大因素，其次便是领土问题。在接受采访的韩国人中，有57个百分比的韩国人认为中国侵占韩国领土，并因此讨厌甚至憎恨中国。自1978年以来，中韩两国关于海洋警戒线及相关岛屿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议。双方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中国东海的鲤鱼岛及其领空的归属和连带引发的渔船捕捞问题。出现在纪录片中的金泫雅出生在韩国的渔民世家，他在记者面前高呼鲤鱼岛的上空不能让给中国。他还说，我们真诚的希望与中国成为友好的邻居，但该坚守的还是得坚守。中国渔船侵入我国领海非法捕捞，政府要严肃对待这一行为。然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领土范围的界定，东海大陆架是我国合乎法律的领土范围。苏岩礁是位于东海大陆架上的一处海底暗礁，鲤鱼岛及其领空自然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成佑是一名韩国海警，他在镜头前显得措辞严厉地诋毁中国。中国渔船粗鲁的表现就是海盗的水平。近期发现在西海专属经济水域进行非法捕捞的50多艘中国渔船，海警警备舰准备进行管制，中国船员却挥舞着铁管和棍棒强烈抵抗，致使执行公务的4名韩国警察胳膊骨折。李成佑不仅非法化了中国渔船的合法行为，还将外交部发言人根据两国的渔业协定，两国渔船都可以进入该海域的发言，看作是隐瞒了中国渔船侵犯我国的事实，只是空话连篇。以李成佑为代表的韩国人给中国人戴上了暴民野蛮的帽子，言辞之中充满着鄙夷，讨厌中国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上，暴民正是韩国人自己啊。2006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中，谈话涉及到种族融合问题。韩国代表在对话中表示，如果外来民族是一滴墨水，那么一滴墨水也不能滴进汉江。这就意味着韩国对外来民族的接受度不高，具有强烈的民族排他性。但是韩国人对此却是视而不见，屡屡针对中国。那么韩国人为何这么讨厌中国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韩国人无法接受中国的强大，内心泛起酸水所导致的。更让韩国人难堪的是，自认为实力出群，却是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打得丢盔卸甲。1948年，在美国与苏联对各自势力范围的推动下，朝鲜半岛3·8线以南由李承晚担任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并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对其合法地位的肯定。而在3·8线以北，由金日成担任内阁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政府宣告成立，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自此，朝鲜半岛政治分裂局面形成，3·8线也因此成为了朝鲜半岛南北2个独立政治实体的法定分界线。在这一时期，中朝友好交往，中韩严重对峙，这成为韩国厌恶中国的重要根基。朝鲜战争使得中国与韩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中韩两国成为交战国。在整个战争期间，两国在战场上相互厮杀，在谈判桌上相互指责谩骂，两国在政治上长期对立，外交上互不承认，人民断绝往来，国家间关系也因此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建交之后的韩国人继续作妖，自诩为大韩民国的韩国人急于和落后的中国撇清关系，甚至篡改历史。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将两国长达40多年的隔绝与对立写进历史。自此，两国人员的交流解除了政治限制，这为学者们进行遗迹探寻和历史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是几十年间，中韩两国在关于高句丽历史的研究上出现严重分歧。中国许多学者开始对高句丽历史进行研究，得出高句丽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结论。这一结论也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而韩国学者们坚定不移地认为高句丽史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在整个韩国史中，如果高句丽被抽走，整个国家历史将难以自成体系，无法自圆其说，将成为中国人的后代。2002年，中国启动了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及东北工程。东北工程的启动使国内学者对边疆历史的研究趋于活跃，韩国学者对此做出激烈反应，两国学者以笔为歌，在文章中交锋。在民间，韩国民众发起了大型示威，通过公开焚烧中国红旗，在中国驻韩大使馆门前静坐等方式表达对东北工程的不满，讨厌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不仅如此，韩国民众还拒绝承认韩国曾经臣服于中国的历史，妄图篡改过去，将中国从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抹除。事实上，在以中国王朝为核心的东亚秩序中，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更多的是通过外臣属国的身份臣属于中国王朝。从地位从属关系来看，朝鲜半岛政权李氏王朝的君主想要取得合法地位，要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李氏王朝创始人李成桂原为高丽王朝臣子，后来擅自发动政变，自立为王。为了得到宗主国的认可，取得王位的合法性，李成桂多次上表明朝皇帝，请求获得册封，进而确立其正统。然而册封之路并不顺利，在李氏王朝第4代，明朝皇帝才给予了册封，以正其名。1591年，即万历19年，日本向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由于朝鲜武备长期处于松弛状态，日军长驱直入，朝鲜国内一度陷入混乱。在朝鲜国王向明朝求援后，明军进入朝鲜，联合当地军民快速收复了平壤及当时的朝鲜都城。万历26年，在明朝联军的合力进攻之下，日军被驱逐出朝鲜，侵略战争挑起者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也在这场战争中死去。历时7年的中朝联合抗倭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韩国人并不再承认这段历史，韩国的教科书中关于明朝的帮助只有只言片语。很多的韩国年轻人都认为中国是在捏造历史，因此厌恶中国。韩国媒体完全出于自身利益，引导舆论刻意歪曲诋毁中国，影响着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对此，我们需端正态度，面对事实的刻意歪曲和诋毁，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澄清和反击。而面对相对客观的负面言辞，也应用更加理性的态度去审视和对待，将其视为提升国家形象的动力与契机。也许大象无需在意蚂蚁的看法，但是韩国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朝鲜半岛于中国而言像是一扇敞开的大门，很易遭受侵略。日本曾以朝鲜半岛为依托入侵中国东北，这充分说明了朝鲜半岛与中国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鉴于此，中国急需对症下药，以应不测风云。讨厌中国还疯狂润中，韩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据韩国外交部在早年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旅居中国的韩人韩侨人数就达到了258.6万，占到了当年海外韩人韩侨总数的36%，位列世界最多。驻华韩人协会还曾透露，目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大概有30至40万，如果算上短期居住者，数量或许能达到10倍以上。要知道，2023年韩国总人口数才5000多万。这么一估计，可能有接近1/10的韩国人选择来到中国，显然这是极为不正常的。毕竟现在在网络上，许多韩国人对中国都抱有极深的敌意，那种溢于言表的讨厌之情几乎比比皆是。那为何韩国人这么讨厌中国，最后还要抢着来到中国呢？对此，或许韩国国内近期的一场骚乱能够给出答案。韩国人疯狂润中背后隐藏着的，恰恰是如今韩国社会深刻的苦痛。如果今天我不站出来说话，那么明日我就会失去说话的权利。新年刚刚开始，韩国国内就又闹出了大乱子。据多方媒体消息报道，在韩国政府日前宣布2025年全面扩招医学生后，韩国国内医学界上下震怒。截至于当地时间2月19号，已经有100家医院，合计6415名医生因为此事递交辞呈。5所首尔大医院联合决定暂停工作，以示对政府决定的抗议。毫无疑问，韩国医学界的这番举动势必会让韩国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再次雪上加霜。因此，一些韩国政客直言，这是一起针对青瓦台的逼宫行动。韩国总统尹锡悦更是在镜头前愤怒地表示，现任政府绝不会像前任政府一样姑息医疗界的集体行动，医疗界斗不过国民。事实上，韩国因为医改事件爆发骚乱早已悉数平常，可以说几乎每一次政府要对医疗行业展开行动之时，都会引起对方的针锋相对。但如果抛开其他因素不谈，韩国政府的行为是错的吗？显然不是。据韩国保健福利部发布的数据，2015年韩国每1000人对应的临床医生数量仅为2.2人，远低于 OECD 成员国的平均值。因此，在紧张的医疗资源下，许多患者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费用才能得到及时治疗。例如，在2017年，韩国就有46万名患者的医疗总费用超过500万韩元，不少韩国家庭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而支离破碎。对此，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甚至曾满含热泪地说道，韩国政府绝对不会让因为高额医疗费导致家庭破碎的情况再次发生。哪怕是后来竭力想要抹去前政府痕迹的尹锡悦上台，也依然坚持保留了在医疗方面出台的政策。由此足以见得韩国医改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成功与否甚至关乎着现政府的执政成绩。只不过这种改革势必要牺牲现有医生们的利益。其实韩国医疗行业的福利待遇并不低，同样是根据韩国保健福利部门给出的数据，韩国医生的平均月工资能够达到1304万韩元，约合7.75万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其他行业普通上班族平均工资的4至5倍。所以哪怕医疗行业扩招，也依然能够让大部分医生过上比普通人富裕的生活。医生们拼死抵制，看起来有点无理取闹，但是结合韩国的实际情况再一看，就会发现这些医生的反应也情有可原。因为如果要以当地消费水平为标准的话，高工资的医生依然要面临巨大的压力。就拿买房这件事情举例，根据韩国央行统计，在2023年的第2季度，韩国40岁以下青年人人均家庭贷款7900万韩元，其中70%都来自于房贷。然而与这个数据相对的是，在2023年5月就有126万名韩国人失业，其中一半以上都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于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许多韩国年轻人都陷入到了断贷的恶性循环当中。医疗行业由于其不可取代性以及的稀缺性，暂时未受波及。但未来呢，伴随着医改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新人涌入这个行业，自然会引起医生们的恐慌。正如一名韩国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如果今天我不奋起反抗，那么明天我就会饿死街头。除了高昂的房价之外，韩国人面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根据韩国媒体的统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兼并，目前韩国全国83%的土地都掌握在5%的精英阶层手中，而且国家压根没有能力赎回。所以韩国的普通人想要安身立命，唯一的办法只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那少数的上层人。基于这一点，许多韩国人都在埋怨医疗行业的暴利，嫉妒医生们的高工资，但他们又何尝没有遭受更上层的剥削呢？这何尝不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底层内斗呢？不过话说回来，倒也不是所有韩国人都是那么死脑筋的。既然这片土地上没有生存的地方，那为什么不走出去呢？而这便是韩国如今移民浪潮的由来。根据韩国移民局的统计，在最近的10年时间里，人口5000多万的韩国就向海外输送了600多万的移民，平均1年60万。在20至30岁的年轻人群体当中，移民更是遭到了强烈的追捧。56%的人有移民想法，70%的新婚夫妻已经开始计划移民。
难怪英国学者大卫·科尔曼敢大胆地做出预测，韩国或将成为全球首个自然消失的国家。韩国每年有这么多的移民，他们都去哪儿了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才是韩国人的首选，毕竟背井离乡怎么也不能自降生活水平，而且他们也自认为在这些发达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应用。但就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心态更像是韩国人的自作多情。例如前段时间美国爆发的那场非法移民闹剧，众所周知，美国一直都对移民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有时想要申请一张签证都会被各种卡脖子。事实上，相比之下，美国的精英们可能更欢迎那些能够承担底层工作的廉价劳动力，而非会分享美国社会红利的中层精英。所以久而久之，韩国人就对美西方国家不再热衷，润中便逐渐成为了一股潮流。对于韩国人来说，来到中国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两国文化相近，能够更好地帮助韩国人融入中国社会。对于韩国人来说，在熟悉中国文化的时候，比起陌生的美国文化要更加轻松，更加能够接受。更别提相较于美国，中国实在不要太安全。今年2月14号，美国春晚超级晚盛典如期召开，结果不出意外的又出了意外，2名嫌疑人朝着人群开枪，致使1人死亡，21人受伤。截至目前，还有8人未脱离生命危险。在美国，枪击案的发生几乎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稀疏平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谁会率先到来，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像其他国家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通常都能找到原因，可是在美国，呼吸可能都是一种犯罪。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后惊叹于中国安全，并选择留在中国的原因。韩国人自然也不会例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则是韩国人骨子里的傲慢。许多韩国人认为相较之下，自己在中国更具备技术优势，这点实际上最能反映在医疗，特别是整形医疗方面。由于近年来韩国明星的走红，韩国整容技术在中国甚至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许多人不惜花费重金专程跑到韩国整形，一些有韩国医生冠名的整形医院亦往往能够得到更多人青睐。可是韩国医生真的有传说中那么神乎其神吗？显然不是。近些年来，各种韩国医生操刀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人民日报甚至曾报道过一些二流三流韩国医生来华无证行医，只为练手的新闻。由此可见，过于的迷信往往不仅不能达成目标，反而还会加大受害的风险。万一发生事故，很有可能会吃硬亏。所以从这里不难看出，韩国人自信的技术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有优势。面对这么多的韩国人来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韩国人讨厌中国，同样的也有不少中国人讨厌韩国，甚至这种讨厌上升到了一概而论的地步。可是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就比如韩国的整形医生，我们不排除有一些菜鸟混淆视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认可一些韩国的顶尖整形医生确实有着鬼斧神工一般的技艺。扩大到其他行业来说，拥有鬼斧神工技艺的后者，显然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人才。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不管是韩国人也好，美国人也罢，甚至就连日本人，只要拥有一技之长，且对中国不怀祸心，我们都应该愿意与之成为朋友。这才是一个大国公民应该拥有的胸襟。